45岁学英语晚吗？有个粉丝在后台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你英语是怎么学的？能给点建议吗？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我想了很久，发现真正的答案根本不在英语里，它在你脑子里那套关于学习的认知结构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我先交个底，我大学毕业后考过一次雅思，6分。6分什么水平呢？不高不低，中国人学英语的一个中位数。然后从那以后大概20年，我没有再专门学过英语。2024年10月，我45岁，搬到了美国。当我决定认真把英语学好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件很多年轻人会觉得很傻的事儿，我开始背单词。不是刷短视频学英语，不是找老外聊天，也不是什么沉浸式学习法，就是最笨最土的方法，打开一个背单词的 APP， 一个词一个词的啃。每天6个小时，100个新词。6个小时背100个词，听起来效率很低，对吧？因为我不是扫一眼就过的，每个单词我都要把它所有的例句读一遍，把不同语境下的用法都琢磨一遍。遇到例句里有不认识的词，再点进去查。就这样一层一层的钻，一个词能带出5、6个新词。然后还要通过 APP 的测试确认自己真的记住了。第二天背新词之前，还要先把昨天的复习一轮。有些词3天后你又忘了，它会自动弹回来再考你一遍。这个过程枯燥吗？当然枯燥。前2周是最难熬的，因为你觉得自己什么都记不住，今天背的明天就忘了一半。但我做投资10几年，我太知道复利曲线是什么样子了。前面很平，平到你怀疑人生，但只要你不停，后面一定会起来。学习也是复利，前1000个单词最痛苦，但当你积累到3、4千个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很多新词不用刻意去背了，因为你已经掌握了它的词根和前缀。那个加速的感觉和投资里的复利拐点一模一样。就这样坚持了3个月，我背了大概1万个单词。然后我报了一个线下英语班，上了4个月课，课还没上完，我就去考了托福。第一次考97分，托福满分120， 97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分数了。但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100分，100分是常春藤大学录取国际学生的英语底线。从97到100就差3分，你猜我考了几次？5次。但整个过程中我一点都没慌，因为每多考一次，我都知道自己的地基又夯实了一层。97到100之间的差距不是能力不够，是基础还在沉淀。而且说实话，我为自己骄傲，因为如果换成20年前的我，根本做不下来做这件事。我上大学的时候和很多年轻人一样，是个典型的走捷径选手，考试能及格就行，绝不多花1分钟。我上的是西安邮电大学，不是什么名校，但就业不错。毕业以后我去了华为。整个中学和大学阶段，我基本靠天赋吃饭。高中之前也不算特别刻苦，就是正常努力，考上了一个正常的学校。注意啊，这里的天赋不是说我天赋异禀，而是说我在不额外用功的情况下，能考多少算多少。有件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当时宿舍里有同学拿着英文词典在背，我当时特别诧异，词典这东西不是用来查的吗？居然有人拿来背，但人家就是一页一页的啃。而我呢，我连试都没试过。那时候的我，说白了就是懒，不是学不会，是不愿意下那个笨功夫。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工作很多年以后。工作我是认真的，因为是自己选的，也热爱。但在刻意学习这件事上，我的态度一直没变，能走捷径就走捷径，能省力就省力，直到我真正听进去了一句话。曾国藩打太平天国的时候，有一套出了名的战法，叫结硬寨打呆仗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搞奇袭，不玩花活，每到一个地方，先老老实实挖壕沟，筑营盘，把自己的防守做到铁桶一样，然后一步一步正面硬推。别人笑他笨，他不理。最后太平天国就是被他这套最笨的打法磨死的。后人总结曾国藩的做事哲学，有一句话特别到位，聪明人也要下笨功夫。这句话我20岁就听过，但那时候听了就是听了，
根本没往心里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年轻的时候你默认自己是聪明人，你觉得笨功夫是给笨人准备的，你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更快的路。然后你工作了20年，做了10几年投资，见过了无数创业者的成败，你不得不承认一件事，你不是天才，你就是一个中等水平的普通人。那些真正做成事情的人，没有一个是靠耍小聪明的。所以如果聪明人都要下笨功夫，那我这个普通人更没有资格偷懒。你看，这句话我从20岁听到45岁，花了25年才真正听进去。我们有句话叫听过那么多道理，还是过不好这一生。其实不是道理不对，是你的认知还没准备好接住它。当你的经历够了，阅历够了，那句话突然就从耳朵钻到了心里。但光有认知还不够，你还需要一次成功的体验来给自己打底。我的那次体验发生在上海疫情封控期间，我被关在家里3个月，哪儿也去不了。与其每天刷手机焦虑，不如做点什么。我决定自学编程。编程对我来讲比学英语难多了。你想，我是一个投资人，几十年来打交道的都是人，是商业模式，是市场情绪，代码完全是另一个宇宙的语言。第一天打开教程的时候，我看着屏幕上那些花花绿绿的字符，心想这辈子不可能学会，但我就硬着头皮每天敲。第1周只会写最简单的打印语句，第2周开始学条件判断和循环，1个月以后能写小工具了，2个月以后开始做有实际用途的东西，3个月以后我不仅学会了，还真的用它给自己开发出了工作中用得上的自动化工具。这件事给了我巨大的信心，不是对编程的信心，而是对学习这件事本身的信心。40多岁了，零基础，学了一样公认很难的东西，学会了。那一刻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学习这件事最大的障碍从来不是智商，而是你敢不敢做下来。只要你愿意把脑子里那些我不行、太难了、来不及了的杂念排掉，什么都可以学。如果编程我都能学会，那英语根本不是问题。所以后来我到美国决定背单词的时候，1秒钟都没犹豫。为什么不先裸考一次托福试试水呢？因为我知道裸考分数一定难看，而一个难看的分数会打击信心。我要做的是反过来，先花3个月把1万个单词吃透，把地基打到我自己满意了，再去考试。这样不管考几分，我心里都有底。果然考了97，信心一下子就上来了。后面虽然花了5次才过100，但我始终很稳，因为我知道每考一次就是给地基多填一层土。而且你别小看这5次考试，每次备考的过程本身就是在学习，阅读速度在提高，听力反应在加快，写作的逻辑在变顺，分数只是地基厚度的一个快照，真正的收获远比那3分要大得多。很多人可能会说，你45岁才开始学英语，不晚吗？我告诉你，不仅不晚，反而刚刚好。年轻的时候你坐不住，你心里总惦记着更快的方法，更聪明的路径，更省力的捷径，你急于求成，恨不得今天种下种子，明天就要结果。但到了中年，你反而不急了。做投资的人最清楚，那些死掉的创业公司，10个里面有8个不是死于方向错误，而是死于太急。你见过了太多急于求成的代价以后，你就再也不会犯这个错误了。中年人有一个被严重低估的优势，叫耐心。我背单词的时候，经常一坐就是3-4个小时不动。我以前也坐不住，但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脑子里那些躁动的声音安静了很多，你不再惦记着有没有更好的方法，不再焦虑别人学得比你快，你就是一个词一个词的过，过完一个就少一个。你知道值得拥有的东西都需要时间浇灌，就像种一棵树，你每天浇水等待，你催不了它，但只要你不停，它一定会长出来。所以当我45岁坐下来，一天6个小时，一个词一个词的背的时候，我心里特别踏实。我知道这是最慢的路，但也是最稳的路。速成的东西记不住，但我花6个小时啃进去的那个单词，它长在我脑子里了。我儿子考过托福111分，但他从来没背过单词。
因为他从小上国际学校，英语是天然习得的。他劝我不要用这种笨办法，我没听他的，因为我们这代人不一样，我们整个思维方式已经是中文的了。从中年开始重建一套语言系统，我们自己最熟悉也最踏实的方法就是从背单词开始。这不丢人，我也不介意别人笑我笨，这叫尊重自己的起点。其实我一直觉得，人这一辈子做的很多事情，本质上都是在建地基。投资是建认知的地基，背单词是建语言的地基，学编程是建逻辑的地基。地基这东西很无聊，没有人看得见，也不值得发朋友圈。但等你哪天想盖楼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地基的人随时可以动工，没地基的人只能在沙子上画图纸。我在投资里见过太多这种故事了。那些看起来一夜爆发的公司，你去扒它的历史，创始人往往在不为人知的时候默默打了5年、8年的地基。那些看起来横空出世的高手，你去了解他的过去，一定有一段谁也不知道的笨功夫。没有人的笨功夫是白下的。所以回到那个粉丝的问题，怎么学英语？我的回答是，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英语里，在你对学习的态度里。首先是认知准备，承认自己不是天才，接受笨功夫是最靠谱的方法。你年轻的时候不愿意接受，不要紧，什么时候想通了都不晚。然后是时间准备，任何值得学好的东西都需要时间，你不可能今天播种，明天收获。给自己一个合理的预期，在这段时间里心无旁骛的投入。最后是信心校准，如果你从来没有从零学会一样东西的经验，那就先找一件小事做起，学做一道菜，学一首曲子，学编程。重点不是学什么，而是给自己一次我居然做到了的体验。这个体验会变成你未来学任何东西的信心锚点。最后我想说一句可能很多人不爱听的话，学习这件事儿，中年人其实比年轻人有优势，不是因为记忆力更好，你的记忆力确实不如20岁，但你更清醒，你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不会自我欺骗，你坐得住，你不再急于求成，你终于愿意下笨功夫了。而愿意下笨功夫这件事本身，可能比天赋更重要。我现在回头看我这40多年，最大的遗憾不是智商不够，而是太晚才想通这件事。如果我大学的时候就像我那个背字典的室友一样，老老实实的下笨功夫，我现在的英语可能早就不是问题了。但人生没有如果，你什么时候开始，什么时候就是最好的时候。曾国藩结硬债打呆仗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笑他，但最后赢的是那个最笨的人。学习也一样，别人考了100个方法，你就用一个笨方法。别人3天换一个学习 APP， 你就死磕一个 APP。 别人在找捷径的时候，你在打地基。你可以搜1万种高效学习法，但最后真正管用的永远是那个愿意坐下来背1万个单词的人。你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？有没有一件事情你以前觉得来不及了，后来发现其实刚刚好？如果有的话，欢迎告诉我，我很想听听你的故事。我是王立杰，我们下期见。